楼下大爷每天凌晨4点唱歌，5点跳广场舞，不到6点又拿大喇叭背诗，而且还是写给初恋的土味情诗，甚至背一半还要躺下抽搐一会。整个小区都被吵得睡不着，谁敢骂他，他就捂着心脏躺下要人赔钱，就连警察也拿他没办法。在小区房租因此暴跌后，重度失眠的我就租了进来。第一天的我4点刚睡着就被晨练大爷吵醒，邻居劝我忍忍别惹他，我眼圈乌黑，冷冷一笑：4点晨练算什么？1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他玩到火葬场。大厂工作10几年，我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，好在攒了不少家底，我辞职回老家，捡漏租了一个价格狂降1半的小区。不过我失眠依旧，反反复复折腾到早晨5点，终于来了睡意。然而迷迷糊糊中，楼下嘿嘿哈哈的声音把我从浅梦中惊醒，一股无名怒火自心中奔腾而出。扰我睡眠，就是辱我发妻。谁能知道失眠人自然入睡一次有多难？我打开窗户，只见楼下小广场上，一个大爷正在慢跑，嘴里发出嘿嘿哈哈的口号，回声在整个小区回荡。我看看表，才早晨5点。我打开窗户大吼：麻痹的早起投胎吗？闭上嘴，阎王不收你是咋的？底下锻炼的大爷停住，抬头用手点着什么，好像在数楼层。不一会儿，我的门就被砸得哐哐响，咚咚咚。6楼的，我看见就是你，开门！我第一次见扰民还敢找到家里来，穿着睡衣就开门了。一股韭菜恶臭味从大爷嘴里扑面而来。刚刚是你骂我，你谁啊？我楼下晨练的，你别不承认，我数楼层了，就是你。我是骂人来着，你咋知道我骂的你呢？大爷明显一愣，你不骂我骂谁？见过捡钱的捡包的，第一次见捡骂的，您老人家捡破烂有瘾吗？大爷气得脸都变黑了，呼哧呼哧喘了几口，指着我鼻子。楼底下就我一个人晨练，你说你骂的谁？我高度近视，这6楼咋就能看见是您晨练呢？我喊口号你听不见吗？我一拍大腿，嗨了一声，吓大爷一跳。我就说谁他妈天不亮就在楼底下叫吧，感情你也知道吵着老子睡觉了。大爷一听，扬起巴掌就要打我，我把脸往前一凑，来，您朝这儿打，别打歪了。大爷浑浊的小眼睛一眯，瞥见门口的摄像头正对着他那张老脸。别忽悠我，我可不上当。您老脑子转挺快啊，还想讹您个1、2千呢？你还讹我？我讹人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丸呢。说着，他捂着心口就往地上躺。我心脏病犯了，你别想跑。我一指摄像头，大爷，这摄像头带录音的。大爷一听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行，你小子有意思，大爷我记住你了。说完，噔噔噔就下楼去了，嘴里还嘟囔着要我等着。大爷走后，我彻底没了睡意。正吃着早餐，门又响了，原来是对门阿姨。小伙子，早上你也牢里头了？牢里头？哦，你说那个一大早自己溜自己那个大爷啊，他扰民，我骂了2句。你呀，可别惹这个老鬼，咱这边吃亏的可不少了。接着阿姨说了牢里头的光荣事迹。牢里头也是在这租房的，一开始在房子里来回跺脚唱歌，周围邻居和房东抗议，房东退他钱让他走，他就装心脏病撒皮打滚，说谁拖他出门他就找谁要医药费。后来晨练扰民，还调戏院子里的女性，甚至扒地下室高3女生的窗户偷看洗澡，害得女生抑郁弃考。之后又在电梯里找落单的小女孩，摸脸掀裙子，被几个家长揍了好几顿，拘留几次也不管用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就因为他，小区人心惶惶，导致房价都下跌了很多。忍忍吧，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有大好前途，还是换个小区租房吧。反正换哪儿都睡不着，在这还有事可干。阿姨您别着急，他4点晨练算什么？1点敲门怕不怕？我能陪他玩1年。早晨5点，下面准时传来了嘿嘿哈哈的声音，我顿时来了精神，穿上运动服下楼，跟在了大爷身后1米远。大爷边走边扩胸喊：嘿！我跟着喊：哈！大爷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回头见是我，冷哼一声，继续扩胸喊：嘿！我依旧跟哈，来回拉扯几次，我唱起来：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你跟着我干啥？是那活了1000年低老龟鳖。大爷愣了几秒钟，反应过来我好像在骂他，扬起手来就要打我，我急忙把脸凑上去。大爷憋得直咳嗽。老子晨练爱你什么事儿了？老子晨练爱你什么事了？你练你的，跟着我干嘛？你练你的，挡我前面干嘛？大爷气得脸色涨红，扭过头去继续晨练，跑得更快了。可他哪有我跑得快？我始终跟在他1米之内，他喊啥我跟啥。阿姨说，大爷每天晨练5圈，直到吵醒整个小区所有人才去买早餐。可今天他就转了1圈，就气冲冲地奔早餐摊去了。我跟在他后面。大爷，咋今天就转1圈呢？是不是年龄大不行了，虚了？正在喝豆浆的大爷一口喷在桌子上，伸出1根食指指着我，半天没骂出来，扔了半根油条就气冲冲地回家了。你他妈给我等着！我只是笑笑没说话，一直跟到他楼下，看他去了几楼才离开。回家在楼道里又碰到了阿姨，她拉着我关心地说：今天和牢里头对上了是吧？我说早晨咋10几分钟就没动静了？你可得注意点啊，他家里都不是好惹的东西。别担心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第二天，大爷竟然4点半就下楼了，这是要给我上强度？他不知道我这个点精神正好吗？直到大爷看到我又跟上他，回头冷笑：小伙子，老年人比不得你们年轻人，睡觉少啊。
没关系，大爷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大爷哼哼两句，就开始嘿嘿哈哈。我跟在他后面。大爷，今天怎么喊得有气无力的？是不是尿频、尿急、尿不尽，断断续续没睡够？大爷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但依旧嘿嘿哈哈，还故意提高了音量。大爷，您刚才这声喊得有点短，根据中医判断，您的肾可能出问题了，得多吃烤腰子。哎，这声喊得不错，但好像肺里有杂音，是不是扁桃体进水了？继续喊啊！你不喊我怎么给你诊断？大爷这次一圈也没转下来，就去早餐摊了。结果早餐老板还没来，大爷就在寒风里等。我站在他旁边。大爷，吃这个不好，那边烧烤摊还没关门，我给您烤俩腰子带着。大爷一听捂着心脏就打。你别跑，我心脏。我马上打了120，然后骑在大爷身上蹭救。我抡起拳头边砸他胸膛边大喊：大爷，你可千万别有事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大爷反抗不了，被我砸得直咳嗽，都快翻白眼了。救护车才到，刚上救护车，大爷就报警了。急救室里，大爷对警察说：这小子害我犯的心脏病，我要他赔钱。结果一条监控，我离大爷1米多，没任何接触，甚至大爷跌倒了，我还积极抢救。见警察说我是见义勇为，大爷在病床上撒泼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明天我就去警察局闹。年龄大一些的民警严肃地说：大爷，您要是这么闹，可得关进去待几天了。不过这几天伙食不太行，可只有素菜馒头。大爷顿时就不闹了，只是恨恨看着我。第3天早上，大爷4点就出门了，看见我黑着脸问：你不睡觉吗？您咋知道？大爷气得直咳嗽。他今天不晨练了，在小广场上拿棍子咣咣砸健身器材，声音刺耳，在整个小区回荡。小子，这小区还没人敢给我对着搞。我从背后拿出5、6米长的一根铁鞭。大爷，您留神，鞭子抽着您可不负责。说完抡起铁鞭打上，好几次擦着大爷的脸过去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你打着我可得赔钱。见我不理他，只顾抡，他没办法，骂骂咧咧换了个地方敲，我也跟着他换，就离他几米远，刚好打不着，还挺吓人的距离。坚持了没几分钟，大爷恶狠狠看我一眼走了。我嘿嘿一笑，回去补觉。第2天早上，大爷刚在下面开练，我开门看见门口2袋垃圾散落一地，气味恶臭无比。好的，就等你这一步。我兴奋地提起垃圾下口，没等大爷开口，就把垃圾呼他一脸。大爷愣了半秒，惨叫着：王八犊子，你疯了吗？又不是我扔你门口的。我啥时候说是你扔的了？那你为啥扔我头上？那你为啥不让人睡觉？大爷噎住了。我要报警，抓起你来。不一会儿，2民警看着一身垃圾的大爷憋笑。我真诚地向大爷道歉，实在对不住了，大爷。本来想婊子配好酒，垃圾配老头，也没想着您不乐意啊。那我祝你长命百岁吧，千万可多活2年啊。然后民警象征性教育了双方一顿就走了，气得大爷悻悻地回家了。当天我就被拉到一个群，群里都是小区深受其害的业主，竟然有好几百人。我刚进群，里面就疯狂起来。小伙子，你给大家出了好大一口气。就是啊，有对象了没？大娘给你介绍啊。这老不死的骚扰我闺女好几次了，揍她也没用，还是你这个办法好。我都录下来了，每天我都剪辑1份发网上，让大家看看现世的英雄。小伙子小心点儿，这老东西还有个儿子在外面做买卖，比他爹还混账。放心各位，我没对象没工作没房子，谁来我也不怕。既然大爷都打到门上来了，我也要主动出击了。凌晨1点，我敲响了大爷的门，砸了10几分钟，里面才发出声音：滚蛋，小王八犊子！大爷，时间不早了，该起来晨练了。才他妈1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哎，对了，大爷你看得真准，你是不是原来街边卖药的？你在敲，信不信我儿子来拿刀砍死你？咋这么暴力呢？大爷，再说这时间也不早了，你现在不起床努力，将来怎么能有出息？等大爷要发疯开门的时候，我一溜烟跑了。凌晨2点和3点我又补去敲一天，结果今天大爷没晨练，哎，一点也不努力，群里又炸锅了。卧槽卧槽卧槽，老不死的没晨练。不会是死了吧？谁也别报警啊，让大爷臭哪儿。卧槽，我都醒了，结果这老不死的没晨练。我就这样坚持了1周，凭一己之力让小区恢复正常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觉得自己是英雄。这天傍晚，我出去买饭，被大爷堵在门口。他后面站着一个花臂光头的大胖子。大爷跳起来指着我：就是这个小崽子，儿子给我削他！我整了一下胸前的运动记录仪，熟练的把脸伸过去。花臂男见我有摄像头，生生放下抡起来的巴掌。就特么你惹我爹？啥？我是你爹？我才30多，没你这么大儿子。别耍嘴皮子，老子不吃这套。你30多，总该有孩子了吧？上幼儿园还是小学？信不信我？我没孩子。没孩子，那有对象吧？信不信我？也没对象。花臂男人愣在原地，回头看看大爷。大爷犹豫着点头。这小子是自己住这儿的，也没见有对象孩子。我竖起大拇指。大爷眼神真好。花臂男点了根烟。行，算你光棍，你总有工作吧？信不信我？大爷，你见我上过班吗？大爷吭哧吭哧半天，终于说：也没见这小子上过班。30多还没对象没孩子，租房还没工作，你特么混得比我还差。我爸就爱晨练，你再敢跟着他，我削死你！我摸了摸胸口的记录仪，点点头。好的，都录下来了。
两人没讨到什么便宜，骂骂咧咧走了。果然第二天，花臂男就跟着他爹出来晨练了。我带上记录仪就出门了，争取录个第一视角的视频。大爷喊嘿，我喊哈，反复几次，本就没睡醒的花臂男忍不了了，一脚踢我身上，我顺势躺下了。周围几座居民楼瞬间灯光大亮，一群人趴在楼上大喊打人了，快报警！出人命了！我们都是目击证人。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，警察严肃地问我怎么样，用不用叫救护车？我捂着头，头晕想吐，马上叫救护车，可能是脑震荡。花臂男冲上来又要揍我，我就没踢着你头。被俩民警一个擒拿摁在地上，一群人纷纷作证，证明花臂男把我打得快死了。大爷捂着心脏躺在地上，一番折腾下来，花臂男赔了我5000块钱。当天晚上，大爷就突发心梗，被救护车拉去了医院，住了半个月。这时我的离职补贴下来了，有50多万，确实良心。我当时就联系了存款银行，问有什么好产品。鉴于我在那边的总资产已经达到最高级别 VIP， 这个小网点的行长表示要亲自接我去那边办理。第二天一早，银行的车就等在楼下。我为了正式点，穿上原来面试的西服，和行长的工装有点撞衫。余光里看到大爷在不远处死死盯着我这个方向，我没理他，跟车走了。很快行长送我出门，一声凄惨的嚎叫从银行门外传来。国企领导欺辱百姓，殴打辱骂高龄老人，半夜敲门扰民，拒不道歉，调戏未成年少女，逍遥法外，天理难容。大爷把写好的横幅拉在自己电动3轮车上，见我出来，上来就拉着我的袖子，对围观众人说：大家评评理，就是这个人在大银行工作，殴打辱骂我，不让我睡觉，还调戏侵犯我小孙女，至今逍遥法外，把我气到心梗住院，这是我的住院证明。这种人工作的银行，你们谁还敢存钱？老百姓就没有地方说理了吗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银行行长急了，上去就拉大爷。大爷，您认错了吧？这位是我们的客户，不在我这儿工作啊。你们就是官官相护，随口一句不是你单位的人就不用负责了吗？我看你都开车去接他，肯定是你们领导，穿的都一样。围观众人交头接耳，甚至有人举起手机拍视频。看这老头真可怜，如果是真的，这社会也太黑暗了。是啊，银行领导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本来就是个服务单位，本该为老百姓服务的。行长有经验，扭头低声对旁边员工说去报警，然后准备把大爷拉到办公室里。别想大事化小，息事宁人，我不吃那套。有事现在当着大伙的面说清楚，给我老人家一个说法。热闹看够了，我走上前对围观众人说：大家可以录像，但千万不要发到网上，传播谣言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大家可给我作证。大爷指着我鼻子骂：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在这辞职赔钱，要么我就一直往上告，告到你被辞退，然后还得赔我钱。当然还有最后一条路，你搬出小区，再也不来找我麻烦，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从大爷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来，他十分想让我选最后这个，这就让我很奇怪。可没等我想明白，民警已经到了现场，一看还是老熟人。大爷，今天这是闹哪出？我看今天你们还怎么袒护他？这小子让我逮到了，他就在这里上班，这边领导都开车接他。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晚上我就住在这儿了。民警拿出手机跟我要了身份证，查询了1分钟左右。大爷，我查了，这位同志现在并没有工作单位，属于无业。我呸！我都看见了，他从银行车上下来进去了，你们还想袒护他，就没有我这个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了吗？我要上访，我要上媒体，我要把你们这些恶行全爆出来。正拉扯着，一个大妈拨开人群，都让让，我要进去办业务。大爷往门口一拦，今天不把这个银行领导辞退，谁也别想从这进去。大妈二话没说，啪啪啪几巴掌呼他脸上。哪儿他们漏风把你刮出来了，我一边去。大爷脸上被扇得通红，一看大妈凶神恶煞，直接蔫了，典型欺软怕硬。我在这办业务都快10年了，就没见过这个人在这上班。大妈说完这句话，周围好几个人也纷纷回应：是啊，这个银行从上到下我都认识，没见过有这个人啊。你看衣服根本不一样，好吧？赶紧让开，老子还要办业务呢。大爷愣在原地，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见了。他一把抓住银行行长的胳膊，那不行，你肯定认识他，就算不是你单位的，你也得给我个说法，否则我就让你这开不下去。大爷，您这就有点……两位民警一人抓住大爷一个胳膊。大爷，您这次事可不小，扰乱公共秩序，传播谣言，寻衅滋事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也跟着去做了笔录，表示大爷造谣对我的名誉造成了巨大损失，要求他赔钱。大爷撒泼耍赖，说着我没钱。那您就在里边待一段时间吧，我们小区可就安静多了，估计房价也能涨回去了，业主们还不得再放鞭炮庆祝庆祝。大爷一听不干了，当时就给他儿子打电话，估计在电话里挨了骂，但最后还是要来了2万多块钱赔给我。出了警局，大爷又打电话给他儿子，我跟在后面听。儿子，你说这办法到底行不行？你爹这把骨头都快折腾没了，这小区房价也没降多少啊。刚搬来这小子是块硬骨头，不把他弄走，你想在这抄底买房也没戏。别在这说有的没的，贷款我都联系好了，只要这个小区房价降到原来的1半，咱们抄底入手10套，然后你接着搬出去，1年以后房价就能恢复，到时候大几百万进账就有了。
等换个小区咱再弄一次，咱俩下半辈子还愁吗？行，我豁出这把老骨头，我就不信整不了小区里这帮犟种。刚回小区，大爷就拿着大喇叭在整个小区转着吆喝。天阳小区的都听好了，7号楼2单元301那小子折腾我，你们都看热闹。好，他闯的祸你们都来背锅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我随机找一家，隔1小时敲一次门，把你们吵醒为止。都别怪我，要怪就怪7号楼那小子。大爷我白天反正不上班能补觉，晚上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我跟在后面都听乐了，大爷这孙子兵法学得不错，这一次群里又炸锅了。这可咋办？直接开始折腾咱们了。关键这随机抽奖太折腾人了，谁也不知道晚上他去哪家啊。小张，要不你跟大爷道个歉算了，他顶多就是早晨5点折腾，咱还能睡几个小时呢。群里顿时沉默下来，估计好多人都开始有这种想法。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，这辈子都没道过歉。你们谁要是想过河拆桥，随时来，我奉陪。邻居阿姨急忙在群里回：小张，你别误会，大家也是被这老头折腾毁了，咱们应该是统一战线，一起对敌。群里纷纷附和，统一想法，我才发言。你们也别担心，今天他敲谁的门，在群里说一声，老子陪他去。这句话一出，群里无数点赞蜂拥而至。凌晨12点，正是我最精神的时候，9号楼业主的在群里发：救命啊！有人敲我的门，好像就是那老头，穿着一身寿衣，可吓死我了。我一看头像，正是要我道歉那家伙，我没立即行动，先看群里动静。9号楼的那位不断在群里求救：大神，我错了，你有啥办法快救我吧。你开门跟他对骂不就行了，报警也行啊。报警对付他也没用啊，我还怕他讹我。我也怕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这张嘴活该嘴巴子，你听着。说完录了一段自己扇自己嘴巴子的视频，确实打得挺狠。大哥，这老头又敲门了，我孩子吓哭好几回了，救命！看他道歉也算诚恳，我还是去了9号楼，毕竟我睡不着，闲得慌，也喜欢和大爷硬刚。哟，大爷，你搁这玩 cosplay 呢？楼道里，大爷一身寿衣，正蹲小马扎上，拿着个保温杯吸溜茶水。你管得着吗？管不着。我拧开了手里的鲱鱼罐头，大爷闻着味道直接干呕。你吃的啥？我端着罐头凑近大爷，大爷，老香了，尝一口。大爷把头埋在外套里跟我耗，结果差点把自己憋晕过去。最后实在坚持不了，踉踉跄跄就走了。我跟了他一路，大爷干呕了一路。大爷回家，我就坐在他门口，隔1小时一敲门。大爷，反正也睡不着，出来吃点鱼。相信我，这个就是闻着臭吃着香，口感特别棒。听屋里动静，他真吐了。第2天，大爷又换了一家敲门，我又拿着鲱鱼罐头跟大爷玩了一次猫抓老鼠。第3天，大爷实在受不了了，在家睡觉不出来了。那哪行，我依旧在他门口敲了一晚上，请他吃鱼，可惜大爷就是不出来。行，你晚上不睡是吧？你大爷我也不睡了。然后他半夜就要出门去晨练，这次他戴了 N95 口罩，加上在户外空气流通，愣是没被我的罐头迷住。只是口罩太厚，还没吆喝几分钟就缺氧晕过去了。我就蹲在旁边看着，直到10几分钟后他才醒过来。你不就是白天补觉吗？别太得意，你大爷我也白天睡，晚上咱俩就好。看我这把老骨头硬，还是你这身健骨头硬？结果大爷万万没想到，我是白天也睡不着啊。大爷白天想补觉的时候，我隔半小时敲一次门，喊大爷起来尿尿。最终他实在玩不过我，小子，我服你了，暂时休战吧。其实我也挺无聊的，尤其是大爷不跟我硬刚之后，我那股劲儿也提不起来一点，所以是该往死里整了。我在群里把大爷和他儿子准备抄底买房的计划简要说了一下。我就说这老不死的怎么这么执着折腾咱们，感情惦记咱们房子呢？马德，损人利己，不怕被阎王拉去喝茶吗？这算不算诈骗？能不能报警？我看气氛差不多了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听我一个建议，如果成功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老东西，前提是群里不能有人走漏风声。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统一战线，毕竟没有人不受其害。于是我把计划在群里发了出来。很快，大家开始行动。接下来1周，只要大爷打扰我睡眠，我就继续跟他硬刚。同时，二手房网上逐渐上架了这个小区几套低价房源，咨询量暴增。在大爷也在的小区大群里，另一拨人纷纷怒骂低价出售房子的人。你们疯了吗？老子倾家荡产买的房，你们卖这么低，等于我这5年白干了。识相的赶紧下架，小心我们给你泼油漆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在这狗屁小区里连觉都睡不好，失眠药都吃1箱了，再不走等死吗？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粥，有本事你去抓老鼠啊，没这本事就别在这逼逼。两拨人在群里骂得热闹。接下来我在大群发了一条消息：鉴于本人常年失眠，身体无以为继，无法继续在本小区主持正义，下个月房租到期就要搬走了，大家好自为之。群里一片哀嚎。不要啊，英雄，继续为我们伸张正义啊！刚睡了不到1个月好觉啊！帅哥，我们给你凑房租好不好？你别走啊！发完消息，我退出了大群。接着二手房网上又挂上了10几套低价房，原来挂着的那几套也继续降价，已经接近原来房价的一半了。咨询电话如雨后春笋而来，但一听小区有个猥琐老头钉子户，大部分人都退缩了。来咨询的当然有大爷的儿子，他表示不怕钉子户，还和中介报了假名字，但那个中介就是我楼上阿姨的儿子。
一听大鱼上钩，大家先后和他敲定了价格，但有一条，价格可以优惠，但必须全款，还得看到买方的资产截图才敢签协议。理由就是害怕钉子户闹事，速战速决。郝大儿一听合理，拍着胸脯说：“钱没问题，3天后就能凑齐。”阿姨的中介儿子说：“他薅完了所有能薅的银行贷款和网贷，在朋友那借了一个遍，就说自己找了个好的投资项目。等他把自己银行卡存款余额发给中介后，所有挂出房产的业主开始统一涨价。大爷的郝大儿急了，找中介理论。房主要涨，我也没办法。郝大儿也不敢还贷款，还得看着利息不断涨，就这样一点点涨价，拖了1个月。他现在就是想还款，也没法补上这1个月巨额利息这个窟窿。眼看这些房东还没有卖房的意思，郝大儿拿上他爹的棺材本，听了小区群里几个伪装成投资大佬的话，一股脑把钱投进股市，试图挽回成本。不出所料，全部套牢。很快，所有借款方都来追债，郝大儿和他爹打成了债主，直接被刑拘。又因为巨额骗款、借钱诈骗，被判了10几年。大爷听了判决，当场晕厥，这次没救好，瘫在床上，嘴歪眼斜，再也不能晨练了。房东叫了警察，把孤寡大爷抬进养老院，靠政府一点微薄的补贴勉强活着。只不过听说天天睡在自己的屎尿里，天天挨打，动不了，也喊不出声，窝囊的活完了生命最后1个月。整个小区表现出空前的团结，直接铲除了这个毒瘤。房东一高兴，免了我1年房租。我说我不差钱，反而在这个满是善意的小区里，我竟然能正常入睡了。说到底，我还得感谢大爷，以毒攻毒，治好了我的重度失眠。